男人一把扯掉女孩上衣，竟看见她背后出现2朵金色花瓣，男人顿时看直了眼，殊不知死亡即将来临。花瓣刹那间发出一道光环缠住男人的脖子，他当场被勒到吐血身亡，而女孩却因此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妖怪。几个村民将女孩逼到悬崖就要杀了她，就在他们步步紧逼时，一个骑着白马的男人路过，他3两下就把村民打跑。小白的善意之举让女孩无法自拔，一往情深，自此女孩便追随他左右，但她却无法与小白相爱，因为小白心里早已被一个渣女所占据。小白甚至可以为了她放弃一切。那天小白为了去寻找心爱的福林，竟不惜忍受酷刑和母后断绝关系。女孩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却毫无办法，只能默默陪在小白身边。这天小白喝得烂醉，飞花入泥，一线天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只有参透这句话的意思，才能保护灵儿。女孩听后若有所思，随后她来到一处山洞，解开上衣，露出那片金色花朵，竟直接引来一只老头。灯灭影射，泪融朱砂，飞花入泥，一线天际。这4句话的关键是我吗？老头告诉他，这16个字都和女孩有着莫大关系，也代表着星流花神即将觉醒，而花神正是小白所爱的女人。小白如果想让花神觉醒，那就得牺牲女孩。原来女孩出生自带的金色花瓣名为曼珠沙华，它是花神转世的病生体。不，为什么非得是我？女孩虽然心有不甘，可还是暗自下定了决心。次日，她带小白来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然后让小白闭上眼。她再次露出背后的那株曼珠沙华，但小白还不明白她的意思。女孩只好递给小白一把匕首，只要小白一刀下去，他便能见证花神觉醒的时刻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已经找天机门的人求证过了，这曼珠沙华是我从娘胎里带出来的。我和叶姑娘在命盘的2端遥遥相望，我生他死，他生我死。女孩拔出匕首递给小白，然而小白面对真爱粉，怎么可能下得去手？心慈手软，终将一事无成。少主，你应当硬起心肠，方能得偿所愿呢。女孩拉起小白的手，你看那边的云彩多美啊！说完，女孩便纵身跃下悬崖。别慌！天君哥哥，我既不能陪你长长的一生，但只求你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忘掉我吧。小白跪在原地痛哭流涕，两人的回忆历历在目。就在这时，悬崖下散发出金色光芒，小白伸出手，一枚红色玉佩出现，彼岸花牺牲自己成全了小白。自此以后，小白就一病不起。福林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他独自掩面痛哭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飘渺的声音传出：你真的想救他吗？福林环顾四周，并没有发现任何人。突然，一个黑黄模样的东西出现在他面前。原来他是之前神兽的魂魄，已经遭到星辰阁的人斩杀。但他似乎知晓福林的特殊身世。神兽表示他有办法复活小白，但需要以活人鲜血为引，以命换命。怎么？你害怕了？我没有，只要能救廷君哥哥，我死也愿意。随后，福林按照兽魂的指引制作一种剧毒丹药，只需福林事先服下毒药，再以鲜血喂给小白，便可以救活他。等福林做完这一切，小白果然醒了过来。他立马注意到了福林手上的伤，但福林不想告诉小白实情，他连忙抽回手，表示自己只是受了一点小伤。不料这时福林鼻子开始流血，他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，于是福林独自来到荒郊野外，想寻找一处净土，等待自己生命的终结。他不想让心爱的小白知道真相后内疚一辈子，可没走几步，福林就倒地而亡。与此同时，小白发现福林不见踪影，发了疯似的到处寻找，直到在一处荒凉的山脚下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福林。灵儿，灵儿！曾经两人的回忆历历在目，可现在福林已经没了气息。这时，一朵白色花瓣从空中飘来，进入福林的后颈，顿时后颈上的纹身闪烁，转眼福林便奇迹般苏醒。回去后，福林竟发现自己居然能听到外面水滴的声音，更能听见远处蜜蜂嗡嗡的声响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死而复生的一幕恰好被皇后看到，他便明白福林就是流星花神的转世，得到花神他们人族就能制衡女族。小白在得知皇后的动机后，果断拒绝了赐婚。不料皇后隔天竟把福林老爹抓了起来，并威胁福林答应赐婚。然而福林只想救出老爹，他假装答应婚事，等皇后给他戴上皇冠时，福林趁机拿刀架在皇后脖子上，试图让这些士兵放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眼前的亲生父亲却是别人假扮的，真正的生父早已被皇后囚禁。小白在得到真相后，便第一时间赶来，可刚出门就被人迷晕了。等他醒来再赶到这里，正看到福林牵着假生父逃跑。灵儿，快松手，他不是你爹！可人群乱作一团，福林根本听不见。
情急之下，小白拿起弓箭，便将假生父射死。而不知情的福临转头看见的竟是小白亲手杀了他父亲。福临在营救老爹失败后，便和天意逃到了羽族，两人关系也持续升温。然而福临这个突如其来的女人，让天意青梅竹马的真爱粉醋一大发。为了得到天意的心，这个叫飞霜的女人找到天意，竟当面解开自己的衣服。她表示想做一夜天意的女人，可天意见状却不忍直视，闭上了眼。她未来的女人绝不会这般轻浮。天意捡起地上的衣服，给飞霜披上后便离开。看着离去的背影，这一刻飞霜对福临的怨恨开始生根，同时也是她悲剧的开始。晚上飞霜待在房间落寞不已，这时她身后出现一个男人，本以为是天意来宠幸她了，结果来人却给她一阵迷烟，迷迷糊糊的她把来人当成了天意。就这样一夜过后，飞霜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错了人，可怜她知道真相后，差点没忍住要当场自刎，但这也不足以让她成为一个恶毒女人。直到这天，她为高权重的哥哥突然举兵谋反，不料中了别人圈套，哥哥被当众斩杀。飞霜看着唯一的亲人惨死，心里竟开始扭曲，回想自己爱而不得，又痛失贞操，现在哥哥又死在她面前，而这所有的种种，飞霜却全部算在了福临头上。她带着怨恨来到一处山洞，山里有个老巫婆，只要敢付出代价，就能满足他人所有愿望。本来飞霜还有些犹豫，不料巫婆给她看了下心爱的男人正在和福临卿卿我我的画面，飞霜心中怨恨当即被无限放大。她表示巫婆想要什么都可以，现在只想要福临去死。随后巫婆对着飞霜施法，顿时她飘在空中，犹如五彩斑斓的生命之光朝着巫婆涌去。我要让你跟我一样风烛真情，却被人侵入碧血，最终化成一具枯骨，本肠寸断，身血破碎，千疮百孔。话音刚落，一股黑雾飘出山洞，随后便准确进入福临体内。没多久，福临就痛不欲生。天意看着痛苦不堪的福临，他找来一位半吊子神医，才得知福临得的不是病，而是被人下了致命蛊毒。神医也没有办法解决，但可以尝试均衡一下蛊毒。天意想都没想，便躺在福临身旁，让神医开始施法。只见神医拿着权杖在福临身上划过，顿时黑色蛊毒之气浮现。天意紧紧握住福临的手，不一会蛊毒便蔓延到两人全身。随着神医最后一下施法，蛊毒夹杂着痛苦均匀到了天意身上，他当场吐血晕厥。等他们醒来，福临看到天意脸上的纹身，便明白了天意为他做的一切。福临拿起两人的秀发，将他们打上发结，此意代表人族的结发夫妻不能同生，但求同死。与此同时，飞霜已经变得白发皑皑，犹如一个老妖婆。最终是天意的皇叔通过蛛丝马迹找到了施法巫婆，并成功杀死她，两人得以获得了新生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天意无意间听到了心流花神只要觉醒就会死的消息，而花神的转世正是他心爱的福临。传说转世之体和真命天子深情一吻后便会消散，从而化为漫天星流花粉普惠人间。天意为了不失去福临，狠下心把他甩了。随后伤心的福临就准备和小白回人族，可小白在路上就迫不及待地向福临示爱，不料这时小白却突然疼痛难忍，原来他手上还有一颗从小种下的灭魂钉，只要对福临心存念想便会生不如死。为了能彻底和福临在一起，小白请求大师帮他剔除灭魂钉。只见小白躺在床上，大师开始对他扒筋刮骨，疼痛顿时遍布小白全身，眼珠和青筋全部爆起，他一只手狠狠抓着床榻，和福临的种种回忆慢慢浮现。最终小白凭借他对福临的爱，挺过了剔除灭魂钉的痛楚。结果到了晚上，福临还是决定离开小白，因为他还是对天意念念不忘。小白拖着虚弱的身体爬到门前，这一刻他彻底绝望了。次日小白走在野外，强行剔除灭魂钉的反噬，让他变得面目全非。为什么我活的谁都不如？为什么？醒来后的小白回到了人族，遍体鳞伤的他开始变得心狠手辣。没多久，他继承了皇位，而他成了人族皇上的第一件事，竟是命人修复久违的天空城，目的就是毁灭整个羽族和封天意。与此同时，福临离开小白后，便找到天意询问被甩的理由，不料天意却出言对他一阵侮辱，可是心里有多疼，只有天意自己知道。滚！无处可去的福临被带回了人族，交给了小白。但这次小白没有当舔狗，他抓起福临放出消息，将天意吸引到人族抓了起来。他有一个更加疯狂的举动要做，转眼他把自己和天意都绑到柱子上，命人转动转盘。原来天意才是福临的真命天子。小白这次要逆天改命，他要做福临的命定之人，哪怕只能活半个时辰。伴随着天雷巨响，小白和天意的命格在此时交换了。小白将福临带到野外，拔出匕首划破他和自己的手指，将血滴到花神佩上面。不一会，一阵光芒钻入福临的身体，他慢慢的飘到了空中。小白不由心中欢喜，他多年来的心愿快要实现了。花神专属印记出现在福临胸前，随后缠绕在他周边。待福临旋转2圈半后，脖子上的印记也一并消失。星流花神在此刻觉醒，福临缓缓落下，满眼爱意牵着小白的手。与此同时，天意正拼命赶来，他知道花神觉醒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就在两人即将深情一吻时，天意及时赶到，竟直接一刀捅在小白身上，小白顿时恢复原形。为什么你总是拦着我？星流花神跟片羽真心一吻之后就会灰飞烟灭，我要是不拦着你，死的就是福临。知道真相后的小白慢慢倒地。这一生终究还是错过了，下一世
我把符灵还给你。今生尚不可得，原来是……最后，小白带着遗憾闭上眼，不料这时带着前世记忆的符灵，以为他的真心爱人被天意所杀。他一掌把天意震飞，二话不说就飞身对着天意狠狠一击。天意见状，赶忙将符灵引到一处事先准备好的地方，这里有着他和符灵的回忆。天意试图唤醒被花神记忆占据的符灵，可符灵直接反手把他推开，两人专属的小木马也当场摔碎。但天意并不想放弃，就在符灵就要下杀手时，我爱你。天意背后的 MP4 突然打开，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画面全部出现。看着这一幕幕熟悉的场景，符灵抬起的手慢慢放下，他顿时头痛难忍。最终，符灵凭借对天意的深情，恢复了现实的记忆，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，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